翻停，在这边先停一下。我知道对大部分人比较难哈，不过你们还是要尝试去挑战一下。你看你还没翻过来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肩关节啊，你松掉。这个你看它现在肩关节这个样子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凹陷的，肩关节的这个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它在前面的，这个要做到什么？要做到你松掉。这个凹陷被拉平，这个地方被拉平，所以你要翻到这个关节往这边拉，那你要用肘去翻肩，如果肩用力就没有办法了，肩用力就一定是在这边的，所以你们停在这个地方试试看，把肩放松，然后去尝试用手来活动你的肩。你能够用肘来活动你的肩，你的肩就可以往后翻了。在这边试试看，去放松肩，放松肩，还没有，你这还是用肩，你看，啊有没有？这个肩要到什么位置才对呢？你松掉，在这边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翻过来，你的肩胛骨就贴肋骨往下去了，听不懂？你的肩如果是在这边，肩胛骨是浮的，听不懂？要把这个往后拉，啊，对，这个关节要往后翻，往后翻，你的手臂的力量不要用肩做，要练习要用肘做，所以你的肩放松，用肘去转你这个肩。然后你这个手的力量就会透过肩胛骨就到腰上去了，啊，你们学医的啊，了解那个解剖的，你去了解那个骨，了解骨头，了解肘关节的骨头，了解肩关节的骨头，然后你就想用你的骨头，用你肘关节的骨关节去转动你的肩关节，就是这样子。肌肉不要参与，肌肉不要参与，啊，还是没有翻过去。这个要翻过来，你松掉。你看手翻肩的话，哈，它会到这边，腰不要动，松掉，到这里来。这个凹槽，这个往这边走，你这个会往这边走到这边来，看不懂？啊，还要松，你还没翻够。你看这个，不要用肩做，不要用肩啊！我不想有，希望用这个。对。松掉，你不要用力。看，这个这样子，这个就会这样，这里就会往下去了。会肩胛骨下去。会贴住，对，会往下去。听不懂？啊，没有。肩放松，手拿起来不要用肩拿，你现在手拿起来是用肩拿的，用手拿，肩松掉，用手拿，你看你是用肩拿的，肩沉下去，手放下，沉肩手起来，沉肩手比刚才好，有体会吗？这个时候你松掉，你你用肘翻肩的话，它才会往这边走。它才会这个样子，听不懂？去试试看。没有，肩放松，松掉，身体不要动。
这样子。所以是要这里要贴进去。你这个转过来嘛，你这个关节转过来，这边就被拉平，拉平，你这个力量是不是往后走到肩胛骨去了？你看你的肩胛骨就贴了，这个力量就下到腰去了，就跟腰接了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关，很重要的翻，很重要的一关翻，走，不行。用肘去翻它，用肘翻。松掉。你看，你松掉，它是不是可以翻？它是不是可以翻到？这样子嘛？对啊，就是翻到这个角度啊，它就往后去了。你这个力量是不是往后面就到这边来了？就到腰了嘛？要这样子，否则手跟腰是断的。体会，我知道你的悟性很高，你要体会一下。松掉，肩松掉，肩松掉，肩松掉。感觉，身体不要动，感觉当我帮你动，你感觉你的这个肩关节是怎么动的？你看，它是不是往后开？是不是这样？这边就开了嘛，力量就往这边走了嘛。去做到这个，还是没有，肩太用力，前面从前面做，前面不行也要行啊。不行也要行啊，这比较好啊。对啊，这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再多一点，它就下来了。看不懂？不要用这边动，不要用这个动，对不对？你看肩太用力了，用这个，松掉，体会。看，这样子，用这个转到这边来，这样，啊，小姐啊，肩太用力了，不对，你看你这边凹。挤压的松掉，力量不要出来，你看我帮你弄，你还在用力。我帮你弄，你还在用力。你看，这样子，你再放松。啊。你肩膀不自觉用太多力了。这个肩关节啊，你比他们那些大人好一点。这个地方哈，你看哈，当你要用肩关节的时候，肩关节要转动嘛，要活动它，不要直接用肩关节来控制肩关节。用肘关节来控制肩关节，听不懂？因为这是一根骨头嘛，这是一根骨头嘛，你晓得嘛哈？这是骨头的前端，这是骨头的后端，
所以当我要转这个后端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用前端来转它？哎，你看有没有？听不懂？所以不要直接用这个后端的关节想要去转它，你用它一转你就用力了，你用力了它就转不动了。听不懂？去尝试用肘关节去转肩关节。啊，谁有带那个棒子？来借一下。什么太极棒还是什么？反正我们叫它棒哈。这个的道理啊，它完全是什么？你们做不到哈，你们做不到，完全是一个运用肌肉的那个习惯。它的道理很简单，八卦拳在变动的时候，当它要使用一个关节的时候啊，它绝对不是用那个关节本身来操作那个关节，它是用前一个关节或后一个关节来操作那个关节。就好像这个是，这是这个嘛，这一根骨头嘛，这是肩，这是肘嘛。那我现在要动它，你用它来动，它是不是一用力它就紧了嘛？它就没办法动嘛。所以我要这是两端呐、啊，那我要动这一端，我当然是用这一端动嘛。用这里来动它，是不是轻松？它的活动度也大嘛。就是这个观念，我要动它，这是骨头，这是一端，这是一端。我要动它，我要用肘，我是不是用这个？我是不是用这个来动它？听不懂？所以不要用，当你要用肘的时候，你不要用肘去动肘，去运动肘，你一用力死掉了。你要用肘。肘是两个，肘是这边的跟这边的，所以我要用肘，我可以用这一端，我也可以用这一端，不要用这个，不要用它本身，听不懂？这样你的肘就快啊，你的又轻又快，你不要去用这个，不要用这个慢，也没力量，就用肘就是啪，就你看这一松掉，啪。你要用肩也是一样，我们用肩是用这个，哎，你看，把这个肩就翻过来了，这个肩就翻过来了嘛。我这个肩要往这走，哎，你看这一走，肩又翻过，用肘来带它，对不对？我这个肩要上来，手肘一提，肩上来了，你不要去用肩做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肩四面八方的活动，你看我这个肩四面八方活动，因为它可以这样子，它可以松掉，我的肘的运用角度就更大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松的嘛。啊，听不懂？所以观念只是这个样子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可是只差在一个什么？差在一个运动习惯，运用我们肢体的习惯。当我们一起来一用力，我们就用肩了。你一用肩，你就转不过去了。这个转不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手在这边。当它转不过去，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的手臂产生的力量出去的或者承受的力量就在这边断掉，在这里断。除非你这个什么，你这个能够接到肩胛骨去，你能接到肩胛骨去。当你这个过来，这个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这个手的根到这个根了，你这个地方能够下来，肩胛骨下来，从这边来接腰，
从这边接腰，然后从这边下来再接腿。这是一个完整的通路。你这边没有，你这边变成这个样。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这个浮了，它跟这边断掉了，它跟腰断了，所以你的力量，手臂的力量不会到腰，绝对不会到腰来。所以很多人是把这边就练得很强，他把肩胛骨的范围练得很强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到腰。你这里练得越强，你的肩胛骨越没有办法接腰，听不懂？这个区域我们叫做背，肩胛骨这个范围这个区域我们叫背啊，所以背跟腰要通，背很强大，肩胛骨离开了，背跟腰就断掉。不会有那个连结了，所以这是很重要。所以4大关要开嘛，你看一直到现在，就是肩跟胯这4大关节一定要活动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手臂连到身体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身体到腿或者腿到身体，这2个卡住了，这3个都断掉了，这3个之间它断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这2个打开，它能够做各种角度的变化，这个才接到这边，才接到这边，这个才接到这边，才接到这边。听不懂？再试试看。